师伯，干！好。行了，你都喝了多少了？我们盘古儿女酒量好着呢，这点酒算什么？来，师伯，该您了。好，满饮此杯。想当初，我和沈老将军约好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去找他开怀畅饮。未曾想，竟变成这个样子。爹和大哥会保佑我们的。师伯，大嫂对我们沈家情深意重，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她。师伯放心。对呀，大嫂人好又善良，我可喜欢她了呢。对呀，我们家紫金多好啊！师伯放心，我们沈家一定会护大嫂周全，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大嫂能受什么委屈啊？大嫂人那么好，谁舍得让她受委屈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别瞎叫，那是我大嫂，不是你大嫂。你大嫂不就是我大嫂？我就叫大嫂，大嫂，大嫂。师伯来，咱俩干一个。你慢点儿。我干了，师伯。我又干了，师伯。师伯见笑了。我没醉。我醉了。没醉。殿下，晋灵王到了。四哥，六弟，这是母亲托我带给你的栗子。有劳母亲了。四哥，母亲很挂念你。有人送了几盆御医黄牡丹，你帮我给母亲带过去吧。抽空，我也会去看望母亲的。四哥还能挂念着母亲，六弟十分感激。有些事情虽然是改变了，但曾经的恩情是不会忘的。哦，对了，四哥，听说新政已经在试点实行，现在进展的如何？新政进展顺利啊，百姓得到良田和种子，一片欢呼啊！四哥，你一直推行的新政，如今终于取得成效了。现在谈成果还有点为时尚早吧？你不觉得最近风平浪静的有些奇怪吗？你是怕谢浩那帮人做手脚？为了阻止新政，他们都敢对沈氏父子动手，如今又怎会善罢甘休呢？四哥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你尽管说。先静观其变。如果他们真的动了什么手脚，我们这次就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为新政全境推行铺路。六弟随时听候差遣。怎么样？看，沿着几日，把这里里里外外的都打扫了一遍。你今天晚上搬回来住吧。来，李哥，娘跟你说过，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爹和娘一点点为你准备的。还有这个呀，也是娘给你做的。
这把小刀啊，是你5岁的时候，你爹亲自给你刻的。他说，你要是在家，也应该开始习武了。我们沈家无论男孩女孩，都应该为大宋效力。你爹这个人啊，把北京看得比什么都重。我之前去过北京，我曾亲眼看过百姓因为战事而饱受疾苦。爹在北京那么多年，定是感同身受，同百姓之痛。娘知道，娘刚跟他认识的时候，就知道他心存大义。你爹也说过，他早就把这条命献给了大宋，献给了北京。娘敬他，重他，无论与他经历什么苦难，娘都无悔。可他真的离去了，娘心里还是很痛。娘，您有风儿，有我，有大嫂，还有4哥，以后我们都会陪着您，我们一家人都会好好的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现在彭城王和你琴瑟和鸣，娘还有风儿，还有紫荆这个好女儿，娘不再祈求什么了，只希望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有什么风浪。娘再也不能失去什么了。我知道，我们媳妇好好过日子，我相信这也是你爹和你大哥希望看到的。活啊！走啊！怎么都不走呢？往这边，往这边，跟你好话都说尽了，你都不听话。走，走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顺路而已。梅琪，我有公务在身，此事甚为重要，关乎大宋，关乎百姓长久生计，你别胡闹了。我知道，离哥姐姐她都跟我说了，你们要推行新政，让百姓富强，大宋富足，这样就可以一举打败大魏，我们盘古人的日子也不用过得小心翼翼了。所以，我也要出一份力。梅琪，我爹和大哥就是为此事而亡，我身为沈家人，定会为此事不遗余力，甚至是这条命。此番十分危险，我未必顾得上你。我不用你管我，哎，我还带了剑，哦，还有随饼呢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停下来，不用找吃的，也可以快一点。只是我没有找到马，就只找到了这头还不听话的小毛驴。我已经赶了它一路了，可它就是不跑。我可以跟你骑一匹马吗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吧。那你沿路给我留个记号，我努力的追上。我保证我听话的，你让我往东，我就往东；你让我去打狗，我就打狗。
成师兄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说有呢，又好像没有。什么有的没的，快说。哎呀，你问师兄吧。和谢浩走动最频繁的是顾维渊、王猛、柳林，但是近期啊，他们只是喝酒、吟诗作画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3个人还一起喝醉了。前几日大半夜的，柳林还去了谢府。前几日，难道是谢浩举荐了王猛为绥远军主帅，被彭城王给否了？之后彭城王又催促谢浩新政的进展。对，应是如此。那近期可有打探到他们在谈论些什么？他们几次提及什么，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哦，他们还反复提及落字无悔。落字无悔。他们应该是在密谋什么事情，还签了份文书。文书？盟约？哦，对，前些日子还有不少名门望族前来健康，比如陈郡的周颖昌、赵辉、许峰，还有荆州的薛峰、骆书和、赵寻之，还有彭城的陈平章、屈宁。这些人皆是来自新政的试点之地。他们想要在新政的试点之地做手脚。我立刻去告诉四哥，你们帮我盯紧谢浩。好。师姐小心啊！继续吧。好嘞。去荆州。是。四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传来急报，荆州、陈郡、彭城全都爆发了民乱。这早上还说新政推行顺利，怎么突然这就民乱了呢？肯定是谢浩他们干的。出此下策来阻挠新政，看来他们也是穷凶极恶了。我即刻前往荆州。哎，四哥，你不能去啊！他们知道你紧张新政，得知民乱后肯定赶往荆州，谁知他们路上做什么手脚？我之前让我师兄跟踪谢浩他们的行踪，发现前几日荆州、陈郡、彭城的几大氏族都来过健康，他们签署了一份盟约。由此可见，他们谋划的大事便是这一场民乱。但这只是谢浩的一个由头，接下来他定会上书教廷新政。若此时四哥不在健康，他直接上奏皇上，你让皇上如何决断？四哥，我替你去荆州。那有劳六弟了。你到了荆州以后，务必尽快找出民乱的起因，还要找出赵氏氏族的名单和罪证。六弟明白，一切要小心。四哥放心，他们的目标不是我。三宝，你去帮六弟打理一下。是。传令霍云，即刻前往荆州。一切以百姓为先，安抚民情。是。来，诸位，我来敬各位一杯。好，谢尚书令，请。这个忘本的，就是要付出代价。彭城王力推新政，现在可好，收不了场了吧？新政，就是让他败在自己的新政上，也算有始有终，跟我们斗。哎，还是尚书令英明啊！彭城王就这样败在自己手上，恐怕还不自知吧？老爷，说，彭城王没去荆州，晋灵王去了。这不可能啊！他得知新郑地区民乱，怎么可能不亲自去呢？难道他知道什么了？知道什么，怕是也晚了。而且我们也已无退路。还是柳侍郎眼明啊！这彭城王口口声声说新政利邦利民，可那边呢，百姓却怨声载道。我们为百姓发声，
他彭城王又能如何？但晋灵王现在已去荆州，定是调查民乱缘由。彭城王又坐镇健康，我们如果要上奏，得尽快了。当然。明日，我等就会在知见殿上与彭城王一战。好，好，干干干！殿下，昨日荆州、陈郡、彭城等地发生民乱，据各地官员来报，百姓对新政极为抵抗，甚至放火烧田。如今各地焚烧良田已近1000顷，伤亡已过万。1000顷地，而且还死那么多人，这明年不得闹饥荒啊！殿下有利邦利民之心，但新政尚有漏洞。不能为百姓谋福祉，反而危及百姓利益，造成民怨，故我等提议停止新政。请彭城王为百姓考虑，不要再一意孤行。下官提请停止新政，以安抚民怨。殿下，现在仅以荆州等地的损失，就已让财库难以支撑，若再扩大到其他范围，恐危及大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请殿下停止新政。本王倒想问问你们，这新政危及的究竟是百姓的利益，还是你们的利益？殿下，我等皆为朝堂重臣，一心为宋为百姓着想。如今民怨沸腾已成事实，殿下何必要固执己念呢？百姓有田有种子，便可不再依附豪强苟延而活。朝廷给他们免税，给他们救济粮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安心的耕种，等待来年的收成。他们因何有怨情？新政是经过几番的推演，绝不会伤及百姓的利益。这民怨的根结，不在新政本身，而在你们这帮人身上。我等早已力荐彭城王不要贸然实施新政，殿下不听。如今民怨四起，殿下却一句话将这件事情栽赃给满朝官员。殿下让我等情何以堪，又让我等以后如何在朝为官？我等的劝告，殿下置若罔闻；百姓的怨情，殿下视而不见。殿下如此一意孤行，到底是何目的？尚书令口口声声一心为了百姓，哼！本王倒觉得你们是以百姓之名保你们一己私利。殿下，始兴县公王冕道。王公，殿下，主公。殿下，王公怎么来了？老臣虽已还乡多年，但毕竟曾沐皇恩于庙堂之上。如今大宋有乱，百姓有怨，老臣听闻，心中不安呐。王公是否也是为民乱一事而来？正是。殿下，听说各地都爆发了民变。这到底是何缘故啊？王公爱民之心，本王明白。但这件事情还需时日调查。晋灵王已经亲赴荆州，相信不久便会有消息。王公，彭城王不听我等劝阻，贸然实施新政，搞得民怨四起，更有百姓焚田泄愤。如今良田尽毁，百姓死伤惨重，来年更会面对严重的饥荒。恕老臣冒死进言，殿下推行新政，
是要天下黎民苍生皆能安居乐业，爱民之心，天地可表。但制度绝非一蹴而就，贸然打破，就会发生混乱。还望殿下三思而行，能与朝中大臣共商举措，同心协力，方有所成啊！殿下，王公身为开疆重臣，曾与高祖皇帝共同制定朝纲律策，王公之言，殿下不能不听啊！请殿下三思。请殿下三思。我等再次提醒殿下，停止新政。请殿下停止新政。百姓深受苦寒，而你等皆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家里还有良田万顷，但却依然不知足，以百姓之名威逼本王，心里谋的却是一己私利。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情何以堪，才是你们身为朝廷重臣的颜面何在？本王筹谋新政多年，一心想着民能安乐，大宋能够富强。可惜呀，这一切非一纸政令，非一人所能为。但本王的初心不会变，哪怕只剩下本王一人，本王也会将这条路走到底。殿下的意思，我等都已明白。既是如此，那我等只有上书皇上，以示裁决。好，本王就坐等皇上裁决。退。知见殿这几个字，是当年崔太傅写的。他希望我能够知百姓疾苦，而明谏为政。可是光知见是不够的，重要的是知见而能断。谢浩他们那帮人的嘴脸丑恶至极，他们以百姓之名行践踏百姓之事。四哥，不必为这种人生气，我们定会铲除他们。不生气。我今日不过是想看一看，究竟有多少人站在谢浩那边。只是真看到了，还是会心寒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，连根拔除。若可以拿到那份盟约，四哥，今夜若是王妃回府探望谢公，你觉得又如何？各位听我说，大宋有律法，若胆敢有人违抗朝堂的意思，必定依法处置。本王今天在此承诺，朝中各级官员，若有欺压百姓者，本王一定严惩不贷。来人，将霍中护和中军押下，在此事水落石出之前，不许释放。不过，若此事与中军无关，本王定当还霍中护一个清白。一切听从晋灵王。在下自问清白，还请晋灵王详查。委屈你了，霍中护。带走。
各位，荆州乃是本王的封地，有任何事情由本王担待。放火烧地一事，究竟是为何？我们以地为生，我们怎么忍心烧自己的地呢？就是啊，我们也不忍心。那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就这一夜之间，地被烧了，中军还到处打人。是啊！朝堂败类，真是朝堂败类！没有办法呀！诸位乡亲，改革之路必经磨难，朝堂想归地于民，这一举动定会触及一群人的利益。但是，朝堂不怕，因为只有新政，才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，才能让我大宋长治久安。为了我大宋长治久安，也为了大家过得富裕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上下同心，度过这一劫。对于那些阻止新政、欺压百姓的人，本王绝不善罢甘休。精灵王，您不会骗我们吧？绝不。好，我们比谁都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，我们也想过上好日子呀！我们也想过上好日子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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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日子。祖父，韵儿，哎呀，我的孙女儿。祖父，殿下，谢公免礼啊！王妃今日说要回府相聚，本王想着很久未来探望谢公，便一同前来了。殿下请。怎么不见尚书令啊？浩儿整天在书房忙啊，有时用膳都换不来他。祖父啊，韵之难得回来一次，不如叫大哥一起来用膳吧。好啊。啊，来呀，唤浩儿速来拜见殿下。是。殿下请坐，请坐。谢公身体今日还好啊？好得很，有劳殿下挂念。不过近日有些耳闻，新政推行的不顺利。是有些不顺。哦，殿下，有些事情不可操之过急，要慢慢来。我们的殿下还真是不管不顾啊！不是说就算只剩你一人，也会将新政进行到底吗？大哥，浩儿不可无礼，拜见殿下。下官失礼了，但下官正在拟给皇上的奏书，就不奉陪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等等，今日殿上，本王也是有些冲动。尚书令不是在跟本王计较吧？下官不敢。既是这样，那便坐下来一同用膳吧。我们这是家人家宴，我们不谈公务，如何？殿下请。浩儿，
自小浩儿和韵之感情就非常好，那个时候我们韵之长得非常可爱，浩儿给韵之画了不少画像，我到今天还保存着。我想请殿下观赏，想必殿下还没有看过韵之小时候的样子。祖父，啊，还是我去取吧。不，你陪殿下喝茶。殿下，请。好。什么人？谢公，你黎妃。谢公，如此相见，实在对不住了。这深夜你潜入我府，为了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为了来偷一副盟约。盟约？那彭城王，谢公可曾听说民乱一事？尚书令协同众士族欺压百姓，燃起民乱，又以民之所向反对新政。他们有一幅盟约，我入府为的就是这幅盟约。我不相信，谢家的子孙绝不会参与这样的事情。难道谢公一点都不曾听说尚书令的所作所为吗？左明曹是如何着火的？我爹和大哥又是如何死的？若谢氏还像从前一样做个无欲无求、空有士族名声的摆设，终有一天会换得人人宰割的下场。天下可变，但我谢家不能变。谢公，您信或不信，或许打开这个盒子便知道了。谢公一生清誉，得高祖皇帝敬重，可是尚书令却为了一己私利发动民乱，不惜财力，不惜伤害百姓，如此恶行，怎么对得起百年谢氏的清誉？若谢公能大义灭亲，或许还能为谢氏保留最后一丝颜面。我不会相信你的，你走吧。这么做也是为了尚书令好，劝他早日悬崖勒马。你不要再说了，走，不然我就喊人。一切皆在您的一念之间。殿下今夜前来，不单是陪着韵之来探望祖父的吧？尚书令，你我同朝为官，政见不同，争执难免。但关起门来，你是王妃的大哥，我们就不要把在外的情绪带回家中了吧？殿下恐怕还在担心我草拟的奏书吧？确实略有担心啊。那殿下是否有回心转意之念呢？还没有。好，那就体谅下官还有要务在身，恕不奉陪。哥哥，祖父。哦，殿下。您不是去拿画了吗？
哦，我没有找到。没找到？那些画不是一直在书房的画楼里吗？是，可画楼里画很多，我找了半天没找到。啊，殿下，请您下次再看吧。祖父啊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感觉身体有些不适，怕是着了风寒。啊，殿下，现在夜深了，老小要先归寝了。适陪，好儿，你陪陪殿下。允之送您回去吧。不用，不用。王妃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好。殿下慢走。殿下，霍中虎，今日之事，本王迫不得已。还好殿下来得及时，不然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委屈你了，霍中虎。没事，平息了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我们发现荆州有假中军，他们欺凌百姓，故意挑起百姓对新政、对中军的怨恨。今天的事，应该就是他们引起的。怪不得。好。彭城王有令，即刻清查荆州当地的士族还有官员，得到名单后立刻送回健康。季树在，你负责给本王调查此事，一个不漏的给本王抓出来。霍云，你暂时不要离开军机堂，暗中调查假中军欺压百姓一事，看看到底是何人所为。是。真是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呢。这样的人朝堂为官，你让我大宋如何昌盛？我们先躲躲雨。嗯。夏。荆州比陈郡更为严重，到处都是满目疮痍。是啊，十室九空。今年怕是要没有收成了，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那他们为什么要烧地啊？怕是有人故意作恶，让百姓活不下去。中军什么时候开始负责运粮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跟我来。走。你可算来了，怎么样？这一路查到些什么？正要向殿下汇报，此次民乱看似无迹可寻，但仔细分析下来，还是有很多疑点的。以往的民乱不管大小，它是以一个点迅速地向周围扩散，最后连成一片。但此次民乱却不同，以点状分布，不分先后，同一时间，而且没有连成一片。这就说明此次民乱并不是百姓发起的，而是有人串通好，刻意而为之。只是我真没想到啊，他们竟用如此卑劣的招数，而且采用的方法还如此自损。是啊，我还发现有人假扮中军，将给百姓们的救济粮全都给藏起来了。果然又是假扮中军，故意挑起百姓和中军的矛盾。他们为的，就是让百姓憎恶新政，挑动民愤。沈将军，全城暗查，通通抓捕。是。就在这前面了，交给我吧。
我们分头行动。跟我走。全部拿下！带走，走走走。进去，小妹，小妹。大哥，大哥，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大哥，小妹，小妹，你怎么了，小妹？我疼。你们的伤是被外面打的？对，是被那些士卒高门打的。什么？小妹，大哥，大哥对不起你，大哥不应该为了这么点小利就办这种蠢事儿。大哥，反正我们都已经招了，只要我们明天去说了证词，他们就能放我们出去的。早知道我早就招了。这帮人一个个人面兽心的，我们替他们做事，他们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。你们招了吗？你们招了吗？你招了吗？招什么招？还没招。那些士卒高们不会救我们的，他们只会杀人灭口，杀人灭口啊！大哥啊，你说我们这是何必呢？他们给我们的好处只能维持一段短的时日，而朝堂已经答应给我们地了。虽然贫瘠了点，但是我们今年辛苦点，好好种地，明年有了收成，这日子可就好过了。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好疼！那帮畜生，杀人烧地，还让我们假扮忠君，欺骗村民，出了事对我们又打又杀的。我们也是人啊，我们不值得为他们卖命。对，我们不值得为他们卖命。大哥，我不想死啊，大哥。有人吗？我招吧，我去招，我也招。殿下，沈将军，都招了。是，那些假的忠君全部招了，是荆州的薛峰、骆书和、赵寻之三大家族，指使他们所为。好，太好了，他们能这么快招供，全靠煤气。沈将军，你立刻带上这些供书返回建康，交给彭城王。荆州剩下的事情，就交给本王。是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及耳语，待天看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，绝成了痴。